魏无羡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道：“他是真的很喜欢你啊，蓝二公子。”蓝忘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翻过身不说话了。魏无羡探过身去：“你生气了？”蓝忘机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，面无表情道：“没有。”魏无羡掰了掰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没生气的话，你转过来啊，风都吹进来了。”蓝忘机闭着眼睛一动不动。魏无羡躺了回去，心里莫名的有点开心。他脚尖撞着脚尖，语气可怜兮兮道：“蓝湛，我脚好冷啊。”过了片刻，那边像是叹了口气，然后蓝忘机慢慢转了过来。魏无羡立马笑着拱到他旁边，拿自己的脚贴着他的。蓝忘机闭着眼睛道：“睡吧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韩光君，你可真贴心。”想了想，又小声道：“其实我刚才就是随便说说，我知道他不适合你，你也不喜欢他那样的。”黑暗中，蓝忘机睁开眼睛，淡声道：“你如何知道？”魏无羡又笑道：“这不废话吗？刘姑娘性子多软啊，哪能治得住你？你看你不会洗衣服，也不会跟人讲价，买东西吃亏的要死，要是没人管你得多败家呀。说到讲价，上次让你去买锅，还被人坑了1两银子。别闭眼睛，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，给钱的时候怎么那么大方呢？要不是我及时发现，咱们家那套瓷碗可就得换成陶的了。”蓝忘机继续闭眼装睡，魏无羡又拿脚轻轻踢他一下。对了，那个二赖子，之前刘梅告诉过我一些，他爸妈以前是村里教书的，也算村儒，大概在他3、4岁大的时候，夫妇2人上山，赶上山里换季的大暴雨，被山石给砸死了。他从小没爹管没娘养的，饿了去偷吃的，被人打断了1条腿，就变成这样了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一时不知是何心情。蓝忘机道：“若他支持，尚能回头。”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“离他远些。”你怕他伤我？没事，我还不至于连他都收拾不了。他的眼神……眼神？魏无羡不懂了。很下流，是那种带着贪婪和放肆的眼神，蓝忘机不喜欢。心存歹念，便会冒险再来。魏无羡道：“是啊，刘梅也说，他这样好几年了，没父没母，身体残疾，从小到大就没过过好日子，大概以后也娶不了媳妇儿。所以虽然他平时手脚不干净，但只要不是太值钱的东西，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。估计是看我们新来的，以为我们藏有很多钱。”蓝忘机看他一眼，表情似乎在问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魏无羡有点得意道：“不光这个，我知道可多了呢。就说刘梅家吧，虽然他们夫妻俩老是吵架，但我感觉他们感情挺好的。每次吵完，刘梅都给她丈夫炒那个腊肉吃。说到腊肉，蓝湛，咱们明天吃腊肉吧，多放点辣子。就你上次做的那个味，我觉得特好吃，比湘菜馆做的还好吃。”蓝忘机轻轻应了一声：“我讲到哪儿了？哦，吵架。刘梅说她以前是大小姐来着，出阁的时候，家里打算把她嫁给当地的大官做妾，刘梅不同意，就跟只见了3面的老刘跑了。她说老刘年轻的时候很能干，还是10里8乡有名的俊后生。”蓝忘机话少，鲜与村里人接触，勉强能说上几句的也就是邻居刘大娘了。想来实在奇怪，他从前从未觉得自己会过如此闲适安宁的生活。虽说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找个地方让魏无羡好好休养，稳定心神，他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过，修轨道者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神识，情绪波动越激烈，神智就越脆弱。因此金光瑶一事解决后，他就想找个地方陪魏无羡闭关。可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感觉自己也越来越适应乡村的生活，心也越来越平静。他最近思考最多的问题，竟然是请教邻居怎么给鸡拌饲料比较好。像一个踟蹰独行许久的人，你突然让他停下来，他一开始会迷茫，会不安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但慢慢的，他会想起来，自己也可以挥霍时间，也可以拥有安宁祥和的生活。他的人生不必总是刀光剑雨仁义大道，也可以有鸡毛蒜皮家里家常。蓝忘机想着这些，又听着魏无羡的喋喋不休，慢慢睡了过去。话说淮水之北有一个村庄，坐落于山谷水涧旁，山峰常年青翠不衰，流水徐徐清澈见底。所谓巨峰藏水，乃是风水宝地。早年间亦得道高僧在此作画，刘舍利藏于山中，此后这村庄便被人叫做山中村。村里幽静，鲜有外人，从村头到村尾不过100户人家，大家互相都知根知底，无甚隔阂，是个归隐的好去处。
重归于世后，魏无羡和蓝忘机查出赤峰尊一案，在乱葬岗解救仙门弟子，又在观音庙里封印暴走的凶尸，仙门各家关于他的争议也渐渐开始回暖，所有人都把目光聚集在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。这时候选择归隐，那些想找他算账或对他抱有期待的人一定不会理解，不管是谁来问，他都不知该如何解释。于是他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回答，不告而别。抛开这些，眼下对魏无羡来说最难解的问题是：韩光俊，你真就这么直接走了？不怕回去你叔父罚你抄家规？蓝忘机道：不怕。先说好啊，真要罚我可不会帮你，那玩意儿我是再也不想见了。不见。魏无羡抿了抿唇，不自觉地歪向他那边，又问：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有？蓝忘机看向他：暂时没有，你呢？魏无羡回过神来，迅速坐正，顿了顿，鼓起勇气道：你要是还没打算，同我一起归隐可好？蓝忘机牵着缰绳，他的眼睛清澈明亮，一下子就照进了魏无羡心里。何处？魏无羡感觉心脏的跳动把五脏六腑都震得七上八下的。你答应了？所以说，人的贪念就像一个无底洞，是永远填不满的。原本只是想离那个人近一点，伸手够得到就好。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蓝忘机变成了他最无法言说、羞于启齿的渴望？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心底有了不该有的期望？即使心中千般提醒、万般叮咛，不能喜欢，不该喜欢，却还是忍不住贪图更多。他还在妄想什么呢？梦境，他存放所有私欲杂念的地方，混沌轻柔，身体不断下落，坠入温暖的湖中。慢慢的，似乎又落到了云平城那个不大的客房，浴桶碎片落了满地。昏暗的房间里，只剩男人交叠的粗喘。他坐在蓝忘机身上，两人一边亲吻，一边粗暴地撕扯着对方的衣物。蓝忘机吻过他的额头、眼睛、脸颊和嘴唇，再一路从锁骨到肚脐，宽厚的手掌揉捏着他胸前的肉球，刺激得他脊背发麻，身体向上拱成一把弯弓，是重复了许多次的梦境，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们抱着吻了好长一会儿，直到蓝忘机把他压在了床上，裤子都没脱干净，还挂在大腿上，对方的下身已经凶狠地顶了过来，接着两人身体紧贴，燥热的摩擦又生猛的顶撞。他好像躺在船上，随着水浪上下起伏，微微摇晃。懵懂中，魏无羡缓缓睁开眼睛，从脚底上窜的业火烧灼着他全身，喉咙干得发紧。他撑坐起身，被子从胸前滑落，带来3分凉气。他迷茫地侧过脸，似乎是刚刚才发现身边还躺着一个人，表情略有些惊讶。梦境和记忆中的画面混杂，他一时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，是在睡觉还是在做什么。从这个角度，刚好能看到蓝忘机垂下的长长睫毛，以及如刀削般硬挺的鼻梁。魏无羡脸疼得红了起来，他反应过来，他就跟蓝忘机躺在同一张床上，那副好看蓬勃的身体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甚至蓝忘机身上那隐隐绰绰的檀香味，也在被窝这狭小的空间里包裹着他，窜进他的鼻息，融入他的骨血，令他无处可逃。魏无羡的喉结无声的滚动，他感觉自己好像更渴了。他忍不住又看过去，蓝忘机仍沉沉睡着，眉目恬静放松，宛若一尊年轻的玉神，看得魏无羡一阵心驰神荡。烈吼的浓酒和后热被窝让他大脑变得迟钝，回忆中那热情如火的场景在他身上重现。他们没有吵架吗？也没有分开吗？做完后只是睡在一起吗？算起来，这世上似乎只有他曾见过这个高冷不容侵犯的仙君，衣衫尽褪，眼底泛红，越燃越炙热的模样。看着看着，鬼使神差的，魏无羡俯下身，轻轻吻了吻他的脸颊。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好像耗光了他全部的力气。魏无羡又躺回床上，想了想，拿被子盖住了自己的脸。我这是在做什么？万一他醒了怎么办？可是两人更多的都做过了，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吻，他应该不会太介意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魏无羡确定没听到任何动静，又从被子里钻了出来。蓝忘机果然没醒，可能是累了一天，今晚睡得格外沉。与此同时，魏无羡也发现了自己身体的状况，不是刚刚才弄过，怎么会？魏无羡像个煎饼一样在床上来回翻身，企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不料身体反而越来越热，体内似乎有岩浆在沸腾，却找不到宣泄的出口，
气势汹汹，又反复暴动，烧灼得他下身发病。刚才不该亲那一下的。魏无羡自暴自弃的想。蓝忘机在睡梦中觉得脸上有些痒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